随后龙成宇等人便按照楚风的指示离开，此地便只剩下了楚风一个人。但楚风却并未立刻去完成那阵法，而是花费了一定时间，用自己的结界之术布置了诸多阵法，甚至将那些血晶麒麟族族人的尸灰也收集了起来。尽管已经化成了灰，连本源都被轰废了，但却仍残留着那些人的气息，对楚风有用。布置好了这些阵法之后，楚风这才踏入此地那座光柱阵法的阵眼内。如以往一样，凭借强大的雷电气焰，楚风很快便完成了那座阵法。完成之后，楚风便躲到了一个隐秘且自认为安全的位置。果然，阵法完成没多久，便有血晶麒麟族的族人赶了过来，为首的正是那个齐威道。他们刚刚踏入此地，楚风便立刻催动阵法，阵法展开，地上便浮现出了无数道惨烈的尸体，也包括那个修为可达到8品半神的丑陋家伙。虽然那是楚风阵法伪造的，可的确用到了他们的尸灰，因此极其逼真。看到这一幕，对于血晶麒麟族的众人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龙成宇，我必要灭了你图腾龙族！此刻，那先前还温文尔雅的齐威道顿时凶狠无比，滔天的杀意一重又一重的自其体内浮现而出。5品半神，他的修为与龙成宇一样，也达到了5品半神。这家伙果然不简单，就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楚风说话间，手中法诀变化，又有一道阵法被催动。刹那间，那尸骸阵法之内有一道身影浮现，乃是龙成宇。只见龙成宇手持神兵，浑身散发8品半神的气息，想灭我满足，现在我就送你与他们陪葬。说话间，那阵法所化的龙成宇身上便爆发出了极为可怕的气息。见此一幕，那暴怒的齐威道眼中也涌现出了淡淡的不安。下一刻，其身躯连续变化，而其修为也连续增加，其修为竟也从5品半神提升到了8品半神的地步。其手腕一转，同样一把布满蓝色鳞片的长剑也是出现在了其手中，那同样是一把神兵。但相比于这些，更让楚风注意的是，齐威道修为提升之后，与那个丑八怪却全然不同。那个丑八怪提升3品修为之后，样貌越发兽化，可是这齐威道提升修为之后，样貌却越发的像人，甚至身上的鳞片消失了大半，只有少许的鳞片在身上，其样貌更是变成了一个清秀的俊俏男子。同样是提升3品修为，那丑八怪是越发丑陋，而这齐威道却是变得俊美。齐威道可不知道楚风在观察他，他修为提升之后没有任何犹豫，对着龙成宇便是一剑刺出。刹那间武力滔天，当其出手之后，楚风已经看不清具体情况，只能看到强大的武力涟漪向外扩散开来。但也正是这一击，将楚风布置的阵法彻底摧毁。此时真正的一幕浮现在了齐威道的面前，幻境阵法。看着眼前真实的一切，齐威道才意识到他上当了，原来刚刚不过是幻象阵法，都是伪造的，包括那个龙成宇也都是阵法伪造而成。受骗了吗？何人如此无聊，布下这样的阵法欺骗我等？血晶麒麟族的其他人也是恼怒无比，既然是幻象阵法，他们第一反应便是其实他血晶麒麟族的那些族人没死。不对，但那齐威道却看了一眼周围，那满是疮痍的土地，明显是经历过激烈的战斗。随后其探手一抓，将地上的一捧灰尘抓了起来，那正是他血晶麒麟族族人的尸灰。他们真的遇难了。那齐威道说道：真的死了吗？该死，是何人敢如此？是图腾龙族吗？听到齐威道的话后，血晶麒麟族的众人一个个双眼血红，杀意滔天。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忽然自远处响彻：是你的族人，杀了图腾龙族族人在先，这是他们咎由自取。血晶麒麟族，我劝你们好自为之，如若不然，他们的下场也将是你们的下场。那声音乃是源自楚风，并且此时的楚风也已然现出真身。此刻的楚风其实已经施展出了雷纹、雷霆铠甲、雷霆羽翼3重手段，但是楚风却又用结界之术隐藏了自己真实的外貌，且用结界之术隐藏了气息，使得在血晶麒麟族那些族人眼中来看，根本看不到楚风的雷霆铠甲等手段，同时也感受不到楚风的气息。楚风，那阵法是你所布，你是故意试探我的实力。那齐威道倒也是聪明之人，他很快便明白了那阵法的意图。对，我是想试探一下你的实力，只是齐威道，你很让我失望啊！你这个实力，在我的面前也只能是白白受死。楚风说道：你在吓唬我？齐威道并不相信楚风，唬你！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手掌摊开，刹那间，磅礴的红色的雷霆气焰自其掌心喷涌而出。那雷霆阵法是他布置的。看到那红色雷霆，血晶麒麟族众人神色变化，他们身在此地，自然早就注意到了那些被红色雷霆充斥的阵法，也能感受到那阵法的可怕。楚风释放出雷霆气焰，其实不仅仅是要吓唬齐威道他们，楚风也是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雷霆气焰将齐威道他们头上的虚影掠夺。若能如此，对于他们的威慑力必然更强。但是楚风知道齐威道的实力可是不弱，如此远距离他发动雷霆气焰，他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会进行闪躲，那样反而会暴露楚风的实力，其实不如他，反而会减少威慑力。所以楚风最终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简单的对他们展示了这雷霆气焰。实际上楚风所展示的雷霆气焰也的确吓到了血晶麒麟族的这些人，若真的是你杀了他们，你又何必鬼鬼祟祟搞这些手段？齐威道对楚风说问道，他仍是有所怀疑。齐威道，我楚风向来先礼后兵，只要你们能够客客气气，之前的事我可以带图腾龙族决定，既往不咎。但若是还敢找麻烦，你们便都要死在这里。楚风一脸自信，但齐威道也不是被唬大的，本就怒意滔天的他，此时已是准备对楚风出手。他想要用实际行动来试探一下楚风的真实实力。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潇洒转身，直接离开了。而楚风这一离开，齐威道那已经准备抬起的神兵便又落了下来。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离开的速度竟如此之快，远在他之上。哪怕他已是将修为提升到8品半神，但也不可能达到楚风那么快的速度。这说明了一件事，楚风的实力很可能达到了9品半神。这也就是说，楚风没有说谎，他血晶麒麟族那些人多半真的是被楚风所杀。这家伙竟强大至此，难怪就连龙成宇那种家伙都
都以他为首是瞻。在楚风走后，齐威道的脸上竟不自觉地流下了一抹冷汗。大人，那楚风的实力难道还在您之上吗？此时，血晶麒麟族的其他人也是纷纷问道。他们修为较弱，无法具体分析楚风的修为，但却也能看到楚风一个转身就没了，那速度快得离谱。是，这个楚风的修为很可能已经达到了9品半神。齐威道说道，这家伙竟这么恐怖，那齐洛大人他们的仇难道就这么算了？血晶麒麟族的其他族人问道。他们并不甘心，这个仇自然不能这么算了，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但也要有报仇的能力才行。现在拿什么报？是拿你们的命，还是拿我的命？那齐威道问道。听闻此话，那说话之人立刻低下了头。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血晶麒麟族的族人说道。继续完成此地阵法，但是在遇到图腾龙族的人，便主动让开，不要与他们争了。齐威道说道。随后便带着血晶麒麟族的众人离去。但实际上，楚风并未走远，而是躲在远处看着这一切。毕竟有神隐在身，楚风的气息可以隐蔽到极致，哪怕齐威道修为在自己之上，但只要距离够远，他也察觉不到楚风。楚风真有你的，那个家伙明显是被你吓到了，他真的相信你的实力在他之上了。女王大人哈哈笑道，他感觉很是有趣。楚风的实力明明不如那齐威道，可却能够凭借一系列手段恐吓住那齐威道，这种感觉让女王大人觉得比用真正的实力碾压对方还要有趣一些。但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却并没有那么高兴。但我觉得那个叫齐威道的不像是简单的家伙，也不知道他那些话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总之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尽可能的避开他们。楚风说道。的确，那个家伙长了一脸阴险相，肯定是比那个丑八怪聪明，谨慎一点不会错。女王大人也是说道。随后楚风便直接前往了他让龙成宇等人抵达的地方。当楚风来到的时候，龙成宇等人已经将所有图腾龙族的族人都集合到了一起。楚风，真是多谢你了。见到楚风，龙善善与龙福来等人便全部走上前来，集体对楚风施以大礼，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先前的事，若不是楚风的话，龙成宇、龙木西他们可就都要死在血晶麒麟族人的手中了。楚风可以说是再一次拯救了他图腾龙族的未来。这是干嘛？我与成宇兄、木西姑娘什么关系？难道我会见死不救吗？况且咱们也都是朋友，朋友之间就别来这些了。与其搞如此客套的东西，还不如离开此地后痛快的喝上一场。楚风说道。对，离开此地必须痛快的喝上一场。龙成宇也是上前说道。与此同时，龙木西也是走上前来，但却没有谈什么喝酒的事，而是一脸认真的问道：楚风他们有去吗？龙木西此话一出，全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知道龙木西询问的乃是血晶麒麟族的人。有，那齐威道来了，并且他果然不简单，他的实力丝毫不弱于那个丑八怪，且同样掌握了神兵，并且我布下阵法引诱他出手，我感觉他的实力可能还要在那丑八怪之上，并且是没有吸食同伴力量的前提下。楚风说道。那家伙竟然这么强。听闻此话，龙成宇也很是意外，本来他与那丑八怪交手是占据了优势的，若不是那个丑八怪以自己同族族人性命为代价，龙成宇不会败给他。但若是这齐威道如楚风所说这般强大，那龙成宇莫说现在负伤，就算是健康状态也不是他的对手。若真是如此，岂不是说血晶麒麟族出现了一个不弱于仙海少羽的天才？龙成宇眉头微皱，神之时代血晶麒麟族出现了这样的天才，对于他图腾龙族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他们两族有着那样的仇怨。不过有一点，那个齐威道提升修为之后与那个丑八怪有着明显的区别。随后楚风便将齐威道提升修为后的区别告诉了龙成宇等人，是血晶麒麟族的镇族功法，那功法与血脉相连，修炼的越是强大，其血脉之力施展的时候便越是接近人的形态。当年血晶麒麟族的第一代族长就是修炼成了这个功法，才能与我族第一代族长大人抗衡的。想不到那齐威道竟然练成了这个功法。龙成宇眉头皱得更深，种种迹象皆在证明一件事，这齐威道的确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成宇兄，你真的不知道与你图腾龙族合作的人是谁吗？楚风看向龙成宇，他隐隐间觉得龙成宇可能是知道真相的。如若不然，当最初看到血晶麒麟族的时候，龙成宇不可能反应那么激烈，甚至让其姐姐回去将此事禀告其父亲。你们先下去。龙成宇将目光扫向龙玉红、龙滋滋等人，但唯独没有看楚风与龙木西。龙玉红等人也非常识趣，尽管自己身份也是不凡，可龙成宇才是图腾龙族的少主，当他不想告知他们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并且他们躲得很远。此地便只剩下了龙成宇以及楚风、龙木西三人，是七界圣府府主。龙成宇说道。七界圣府府主，听到这6个大字，楚风的心脏都跳得更为强烈。七界圣府府主是谁？楚风来到浩瀚修武界这么久，也是已经有了耳闻。七界圣府府主名为界天然，其夫人名为界念青，二人生有一女，天赋无与伦比。界天然取她与夫人名字中的伟字，为其女儿命名，名为界染青。界染青正是楚风的母亲，所以七界圣府府主也是楚风的外公。且根据楚风猜测，其外公也很可能正是将其母亲关押起来的罪魁祸首。如果楚风日后想救其母亲，七界圣府府主也就是他的这个外公，也将是楚风最头疼的人物。所以图腾凤族、血晶麒麟族本已消失的家族，还在这个世上，都与七界圣府有关。这七界圣府真是该死！龙木西变得暴怒起来。图腾凤族也就算了，血晶麒麟族可是与他图腾龙族有着世仇的家族。七界圣府府主不仅暗中保护了血晶麒麟族，还让血晶麒麟族来与他图腾龙族一同执行任务，此等行为简直完全不将他图腾龙族当人。本来这件事是不能说的，父亲嘱咐过我必须保密，但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我猜父亲肯定也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血晶麒麟族还存在于世，并且还参与到了此次行动之中。他若知道，肯定不会同意。可既然无法离开，便
便只能按照原计划行事，不然我们又当如何呢？万一，我是说万一父亲其实是知道血精麒麟族在世，知道血精麒麟族参与其中呢？龙成宇极力解释着他的想法，他应该也是很怕龙木西责怪他，明知道一些真相，却还是要继续完成此事。你不用自责，我们继续完成任务，没有任何问题，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此事还是离开这里之后再向父亲问清楚吧。龙木西看向龙成宇，他并没有责怪，反而是理解，这让龙成宇也是轻松了不少，因为他是很在意这个姐姐对他的看法的。楚风，你这个外公不简单啊，竟能让这么2个强大的家族为他效力。此时女王大人也是说道，但是他的语气之中却少有的严肃，毕竟他也是清楚这个7届圣府府主与楚风存在的关系的。确实，楚风不可否认，这件事情来看，他的这个外公的却是很有手段的，但对于楚风而言可不是一个好消息。楚风兄弟，你怎么看？你觉得图腾凤族与血精麒麟族是不是7届圣府暗中保护了起来？他们是不是已经被7届圣府收入了麾下？龙成宇对楚风问道。先前我与凤九月交手，他丢出了一道特殊的阵法宝物，那阵法宝物可以限制武力，在那阵法之中只能施展结界之术，而那件宝物是7届圣府的。我曾询问过他与7届圣府是何关系，他宁愿死都不肯回答。楚风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这番话却已然给出了他的回答。该死的7届圣府，神之时代开启，这是将他们的底牌都丢出来了。龙成宇气得咬牙切齿，你知道7届圣府与你图腾龙族的合作，你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吗？楚风又问道。我父亲只告诉我是7届圣府府主要他帮忙，叫我图腾龙族血脉最为强横的小辈来此，至于好处我并不知晓。龙成宇说道。你父亲应该不可能做赔本买卖吧？楚风问道。这肯定不会，不管7届圣府如何强大，但我图腾龙族也是不弱，我们还是平等关系。龙成宇的意思是，图腾龙族若与7届圣府合作，那就是合作，而不是他图腾龙族想要无偿为7届圣府办事，那就还是按照你父亲的指示继续，其他事情离开此地再说。楚风说道。忽然大地颤动，很快那些没有完成的阵法再度熄灭，休整时间又到了。龙成宇叹道。而楚风则是赶忙将那罗盘取了出来，将罗盘放在了地上。楚风兄弟，这是什么？看到那罗盘，龙成宇与龙木西皆是将目光投了过来。先不要与我说话，这罗盘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我需要全神贯注的观察。楚风说道。只是这一句话就让龙成宇与龙木西知道了这罗盘的重要性，所以2人哪怕好奇，却也不再询问，而是与楚风一样一同观察着那罗盘，因为他们也看得出来，那罗盘那是解密罗盘，他们也想看看能否解开上面的秘密。没过多久，那罗盘边上面的物体便开始动了起来，但是运动的方法却与先前不同。楚风认真的盯着，与上次一样，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而龙成宇与龙木西也同样如此。但是越是观看，他们越是心烦气躁，甚至有一种快要疯掉了的感觉。最终龙成宇只能放弃，且放弃的时候他已是满脸汗水，气喘吁吁，是因为刚刚观察实在消耗了太多，甚至差点走火入魔，以至于他不再观察之后反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而此时他不由得看向其姐姐，发现其姐姐龙木西也不再观察那罗盘了，并且同样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个模样与他相差不多。楚风兄弟真是变态。龙成宇以暗中传音说道。对于这句话，龙木西竟然笑了，虽然笑得很淡，但却也承认了龙成宇的话。当然，对于他们姐弟2人来说，这变态同样不是贬义词，而是褒义词，因为当他们姐弟2人都已经无法继续观察那罗盘的时候，楚风却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罗盘，且面色不改。就像龙成宇所说，与楚风在一起久了，他都快没自信了。楚风所做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与楚风的差距，并且楚风这一盯就是足足2个时辰，2个时辰之后所有阵法都恢复了，而那罗盘也恢复到了之前的模样。楚风怎么样？这次有收获吗？女王大人第一时间问道。没有，这一次没有蕴藏任何修武之道与结界之术方面的契机，但是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楚风对女王大人说道。而此时楚风也是注意到龙成宇以及龙木西头顶之上的虚影有了变化，那虚影扩散了，竟然扩散到了他们的全身，是刚刚有的变化吗？楚风起身对龙成宇问道。对，是休整时间结束之后才有的变化，不过这好像是好的变化。龙成宇也在打量周身的虚影，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你们能感觉到什么吗？楚风问。一种很好的感觉，在这虚影的帮助下，只需要一个契机，我们的血脉之力应该会得到极大的提升。龙成宇说道。和我的感觉差不多。楚风虽然只能从外面观察，但却也能观察到那虚影的变化，那对于龙成宇他们来说是有着极大帮助的力量，只是这力量需要一个契机才能触发，需要确定一件事。楚风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一座光柱阵法，于是立刻动身进入那座阵法的阵眼之中。如之前一样，他很快便完成了这座光柱阵法，然后让图腾龙族族人进入其中，而哪怕只有一个族人进入，龙成宇等所有图腾龙族族人周身的虚影就都变得更强，看来还是需要占据更多后面的阵法才行。楚风说道。既然完成光柱阵法还是能让龙成宇等人获得的虚影变强，自然还是要继续完成光柱阵法。楚风，那罗盘到底怎么回事？途中龙成宇问道。这罗盘是我进入岩洞的时候所得，给我的提示是我们身在此地会有凶险，若是能够解开罗盘，可保我们安宁。而刚刚我虽未能解开罗盘的秘密，但也从罗盘中窥探出了一些东西，这整个世界应该都是一座大阵，而既是大阵便应该会有阵眼。我猜测倘若你们的血脉之力能够借助虚影的力量提升，就与那阵眼有关，只是恐怕要下一次休整时间到的时候，我才能从中窥探到那阵眼的位置。楚风说道。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完成阵法来增强这虚影的力量。龙成宇问。对，还是要尽量的完成阵法，
随后，楚风便带着图腾龙族的族人一起动身，他们攻城略地，一座一座的完成阵法。但是因为只要图腾龙族的族人进入阵眼之内，他们所有族人的虚影便都会变强，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考虑，也不再让族人进入其中，花费时间去淬炼血脉之力，而是占据阵法，且让他们的虚影变强之后，便立刻转战下一座阵法。楚风占据阵法的速度本来就很快，再加上以这种方式，他们占据阵法的大大提升。没过多久，几乎所有未被占领的阵法都已被图腾龙族所掌控，最终整个世界内的所有光柱阵法都被完成。图腾凤族占据了4座阵法，而原本实力不凡的血晶麒麟族因为损失了不少人马，后面的速度也大大减缓，最终占据了7座阵法。至于图腾龙族，表面上是占据的不多，但实际上所有红色雷霆占据的阵法也都是图腾龙族得到了好处，最终等于图腾龙族占据了25座阵法。楚风兄弟，多亏有你，若不是你的话，我们可不能有这样的收获。龙成宇站在楚风身旁，望着那阵法壮观的景象，不由感叹。而此时他们周身的虚影已经变得极为浓烈，这也全是拜楚风所赐。至于楚风，则是手握罗盘，目光凝视其中，他知道很快休整时间就要到了，而这次休整时间将是极为关键。没过多久，整个世界都随之剧烈的颤动起来，而所有阵法内的虚影都变得异常狂暴。同时，龙成宇等人身上的虚影也开始变化，那虚影从虚幻变成实体，最后如同铠甲一般，纷纷附着在了他们的身上。这让龙成宇等人越发兴奋，都觉得这虚影就要为他们所用了。但楚风根本没心思观察这些，因为楚风的目光紧紧凝视着那罗盘。此时的罗盘也已经再度开始启动，这一次罗盘只启动1个时辰便停止，而楚风也是猛然抬头看向了这个世界的东北方向。随我来。楚风说话间便立刻动身，见状，龙成宇等众人也是赶忙跟上。楚风，是罗盘解开了吗？龙成宇问。虽然罗盘没有完全解开，但我已然找到了那阵眼所在的位置。楚风说道。太好了！听闻此话，龙成宇等人变得更加兴奋。很快，楚风便来到了自己确认的位置，只是来到这里，龙成宇等人却是一脸的茫然，因为用他们的目光来观察，根本无法从这里观察出什么。你们按照我说的分散战列。楚风则是立即开始指挥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特殊的位置战列。龙成宇等人不敢犹豫，按照楚风所说去做。而当他们站好之后，楚风则是捏动法诀，随后雷霆自其体内释放而出。楚风的催动之下，竟以龙成宇等人身上的铠甲完成了一座特殊的阵法。这特殊阵法笼罩之下，在他们所站立的脚下，隐隐间一座阵眼的雏形也是浮现而出。这里真的有阵眼啊！哪怕只是看到阵眼雏形，图腾龙族众人已是兴奋不已。哪怕是雏形，他们体内的血脉都已经开始兴奋的跳跃，那仿佛是一种召唤，在告知他们这阵眼将是多么的强大。只要阵眼浮现，他们进入其中，他们的血脉之力将得到质的飞升。但很快，楚风便收回雷霆气焰，伴随雷霆气焰收回，这座阵法也随之消散，那浮现出的阵眼雏形自然也是消失。但图腾龙族众人脸上的兴奋之色仍是不减，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此地的圣者了。龙成宇更是激动地走到楚风身前，笑得合不拢嘴。楚风兄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对了，到底是如何掌握这样特殊的阵法？这是从那罗盘之中领悟到的吗？龙成宇又问。是，不过成宇兄，事情并不简单。相比于龙成宇等人，楚风的脸上却并没有兴奋。怎么讲？龙成宇也是立刻收起了笑容。我们虽然找到了阵眼，但却无法占得先机。经过我刚刚观察，这阵眼是有限制的，待的休整时间结束，便会彻底浮现，而它的光芒将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你们刚刚感受到的，血晶麒麟族与图腾凤族也会感受到。楚风说道。所以你担心血晶麒麟族的人也会来？龙成宇问。不是我担心，而是他们感受到这阵眼对他们的帮助，他们必然会来。楚风说道。能将其隐藏吗？龙成宇问。他的意思是，楚风能否凭借阵法将这阵眼隐藏，从而不被血晶麒麟族发现？阵眼展现是此地必须呈现的事情，我无法隐藏。楚风摇了摇头。这可怎么办？听闻此话，龙成宇也是有些慌了。不仅是他，图腾龙族的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毕竟楚风已经试探过那其微道的实力，是龙成宇都无法对付的。而虽然在楚风帮助下，他们从光柱阵法内获得的虚影极为强大，可若无法进入阵眼，也无法真正的获得好处。倘若血晶麒麟族真的来，他们谁能阻挡？但这样好的机会让他们白白错过，他们显然也很不甘心。可就在众人愁眉不展之际，楚风却再度开口，倒也别慌，其实还有办法。什么办法？龙成宇率先问道。我从罗盘中领悟到的许多东西都与此地阵法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那虚影化作的铠甲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利用的，只要我稍加改良，应该可以布置成加强实力的阵法。但只是你们这些人恐怕还不够，所以我想问你们是否介意与图腾凤族联手？楚风问。若能对付血晶麒麟族，我并不介意。龙成宇道。我们赞成少主。图腾龙族其他族人也纷纷表态。既然如此，成宇兄弟，你们留在此地。木西姑娘，你与我去找凤九月他们。既然是要联手，还需要有人代表图腾龙族前去谈和。楚风说道。楚风，我随你去。龙木西应道。但楚风并未立刻动身，而是大袖一挥，一个特殊的功法秘籍便浮现而出。你们先掌握这个功法，等一下能否顺利布置加强阵法，这个功法乃是关键。楚风此话说完，便带着龙木西动身前去寻找凤九月。楚风可刚刚动身，龙木西便看向楚风。怎么了，木西姑娘？楚风问。其实你叫我木西即可。龙木西说话的时候甚至没有看楚风，但楚风却感觉到了他有些羞涩，似乎提出这种事情对于他而言是一件听难为情的事情。见状，楚风不由一笑道。好啊，那以后就叫你木西。楚风，我们准备的时间是不是不多了？龙木西又问。应该不足1个时辰了。楚风说道。但是此地这么大，想要找到图腾凤族不容易吧？龙木西有些担心，若是那些光柱阵法
还在完成中，倒也罢了。但是现在那光柱阵法皆已完成，正常来说，图腾凤族的人应该已经汇集到一起，甚至可能躲了起来。这种情况下，想要找到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不用担心，来得及。楚风说道，他的语气十分自信。听到楚风如此自信的回答，龙木西也是忍不住看向楚风，御空而行，狂风不断掠过，吹得楚风的发丝不断拍打着他的脸庞，而那张脸庞在此时的龙木西眼中是如此的吸引人。楚风目视前方，专心赶路，尽管已经事态紧急，可在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慌张。龙木西没再说话，而是微微点头后收回目光。他在这个男人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过的安心，甚至这种安心连他父亲都无法带给他。至于楚风，则是目标明确，直奔一个方位。来到这个区域之后，楚风便用心观察起来。随后，楚风布置了一道破解阵法，对着前方空间一指，阵法掠出，光芒普照间，在那阵法普照之下，很快一座阵法浮现，那乃是隐藏阵法。只见楚风法诀变化，轻喝一声破，两道阵法交织，而楚风的阵法所向披靡，很快便将那隐藏阵法粉碎破解。隐藏阵法破解之后，数道身影浮现而出，凤九月与凤天圣以及图腾凤族的许多人皆在此地，但他们之中有一些身负重创的人，并且他们的人数比之进入此地之时少了近乎一半。楚风下意识的便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没有把所有族人聚集到一起，而很可能是也遭到了血晶麒麟族的攻击。那些不见的族人，很可能是已经遭遇了不测。楚风，你要干嘛？见到阵法被破，且来的是楚风与龙木西、凤九月以及图腾龙族的所有族人，皆是面露惊恐的表情，那个模样如惊弓之鸟一般，是真的害怕了。毕竟他们已经知道楚风的实力是在他们之上的，再加上之前的恩怨，他们很怕这个时候楚风是来杀他们的。我们来这里没有恶意。楚风此话说完，又看向图腾凤族那些身负重创之人，问道：是血晶麒麟族做的吗？是血晶麒麟族所为。凤九月说道：你们想报仇吗？楚风问：你要帮我们？凤九月有些意外，不是我来帮你们，而是我们可以联手。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个齐威道士五品半神，且可以提升3品修为，并且已经掌握了神兵，他若要杀你们，轻而易举，而且再过不到1个时辰，会有一座阵眼浮现，那阵眼对于你们会极大帮助，除非你们选择放弃，否则与血晶麒麟族的战斗避无可避。楚风说道：那个家伙竟然那么强，那我们要怎么胜过他？难道说龙成宇也能提升3品修为吗？凤九月与凤天圣同时问道。当他们得知那齐威道的实力之后，第一时间想到与其抗衡的便是龙成宇，毕竟龙成宇的修为也是5品半神，在他们看来，除了龙成宇以外，在这里的人之中也没有人会是那齐威道的对手了，哪怕楚风也不可能是那齐威道的对手。是，但血晶麒麟族掌握着牺牲同族族人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使其战力大增，若正常交战，程宇兄也很难胜他。但我有一个方法，也许可以帮助程宇兄战胜齐威道，而这个方法也需要你们的帮忙，若是愿意便随我来吧，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若不愿意便当我没有来过。楚风说道。走。凤九月立刻率领众位族人御空而起，见状，楚风也是淡淡一笑，旋即便立刻带着他们向龙成宇等人所在的位置前去。可刚刚动身，一道暗中传音便映入楚风耳帘。楚风，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的？这暗中传音乃是龙木西。楚风几乎没有任何兜转，而是直奔此地而来，就好像早就知道了图腾凤族等人的藏身之地一般。是猜的，但也不是瞎猜，而是有着一些推断。凤九月也是戒灵师，他既然要躲起来，会选择一个最为安全、血晶麒麟族不会注意的地方。而我按照他的想法观察整个世界，觉得此地最佳。楚风说道。龙木西没有说话，而是内心情绪极为复杂。尽管认识已经很久，也曾一次一次见识楚风的手段，但听到楚风说这些，他的内心也仍感震撼。虽同是小辈，可他感觉楚风却不像是一个小辈，而是各个方面都领先他太多了。尤其是龙木西将目光扫向图腾凤族众人，他能看到图腾凤族众人的情绪竟也有了变化，那是一种安心的变化。尽管先前还是敌对，尽管进入此地之前，他们还曾对楚风冷嘲热讽，可现在不知不觉间，他们却已经对楚风有了莫大的信任。那种感觉就像是暴雨将至之前，却寻找到了一个避雨之处，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也正因为如此，当能选择与楚风联手的时候，他们才会如此的安心与踏实。但这也证明了楚风的强大，强大的对手成为队友，想必任凭是谁都会开心，这就是楚风的魅力吧。龙木西心中暗暗叹道。忽然，楚风大袖一挥，数道流光飞掠而出，纷纷落到龙木西以及图腾凤族每一个人的面前。这是功法，你们先熟悉一下，等一下会用得到。楚风说道。龙木西毫不犹豫，直接收下那光团，放入自己的脑海之中。而凤九月与凤天圣也是紧接着照做。见状，图腾凤族的其他族人也是纷纷照做。很快，楚风便来到了龙成宇等人所在的位置。怎么样，功法应该全都掌握了吧？楚风对众人问道。我掌握了。但是龙成宇看向身后的其他族人，他的目光扫去，除了龙玉红、龙姿之外，所有图腾龙族的族人都低下了头，而那龙福来则是尴尬的挠了挠头。楚风少侠，这功法太难了，而我愚钝，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掌握。见状，楚风看向图腾凤族，图腾凤族的凤九月与凤天圣也是掌握了，但其他人的反应则是与龙福来他们相差不多，显然他们也未能掌握这功法。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要不了多久，这阵眼就将浮现，血晶麒麟族的人也会过来。楚风说道。那怎么办啊？听到楚风这样说，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的人都慌了。没事，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不过这个方法更需要你们配合我。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而这座阵法有着多道阵眼，那阵眼的数量刚好对应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随后，楚风又释放出红色雷霆，将那红色雷霆融入阵眼之内。除了程宇兄外，你们所有人进入阵眼之内，切记不可有任何反抗，要相信我。楚风对众人说道。见状，所有人都是赶忙照做，而楚风也是盘膝坐下，催动阵法。
很快，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身上那虚影所化的铠甲闪烁起奇异的光芒，但仍有许多人的身上并没有这种反应。就在此时，一声怒喝突然响起：“放下戒备，为我所用！”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吗？发出这声怒喝的正是楚风。在楚风看来，他传授他们的功法已是相对简单的，那也是楚风能够压制的最简单的功法了。但在场的仍有大部分人无法掌握。现在，楚风干脆自己来掌控一切，只需他们放下戒备，让自己掌控阵法力量，从而催动他们那虚影盔甲的力量与血脉相连即可。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愿意，就不会有什么阻碍。但现在仍有大部分人还是在抗拒楚风，说白了，还没有那么信任，无法将全部的自己交给楚风。图腾凤族所有人放下戒备。此时，凤九月一声高喝：“图腾龙族的，还用我多说吗？楚风兄弟，你们还信不过？”龙成宇也是高喝一声。而在这两位开口之后，的确越来越多的人身上的虚影铠甲释放出奇异的光芒，那是楚风借助阵法力量，让他们那虚影铠甲与他们的血脉之力相通，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诸位会有一点痛苦，但要忍耐住，这将是关乎性命的一次合作。楚风说道。而当众人纷纷应下之后，楚风则是看向了龙成宇：“成宇兄，准备好了吗？”龙成宇早就知道楚风要布置的是怎样的阵法，这是一座联合众人耗费血脉来增强他实力的阵法。说白了，这一战还是要龙成宇出手，而楚风他们要做的就是布置大阵来加强龙成宇的战力，唯有这样才能与那血晶麒麟族的齐威道抗衡。于是龙成宇也是点头道：“来吧。”他话音刚落，只见楚风手中法诀变化，众人身上光芒相连，随后两条巨大的虚影拔空而起，那是龙凤两条虚影，虚影于空中盘旋，随后又化作一道光柱融入龙成宇的体内。下一刻，龙成宇身上的虚影铠甲异常明亮，同时其周身也有龙凤虚影同时盘旋。我擦！楚风兄弟，你这阵法！龙成宇一脸的激动。成宇兄，感觉如何？楚风问。感觉简直太好了，从没有这么好过。龙成宇激动的道。其实他图腾龙族也掌握着运用血脉之力布置阵法来帮助他提升战力的方法，但与楚风这个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眼见一切顺利，楚风则是先将阵法关闭。此刻，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的众人也是激动不已。刚刚阵法相连，他们也都能感受到，在这阵法的加持之下，龙成宇有多么强大。楚风少侠，你太厉害了，竟能提前挖掘出这虚影铠甲的力量，布置出如此强大的阵法。众人纷纷对楚风夸赞不已，因为这虚影铠甲就在他们的身上，可他们却无可奈何，就是他们无可奈何的东西，楚风能够随意运用，这反而更让他们感到佩服。诸位，这阵法虚影铠甲只是载体，真正消耗的还是你们的血脉之力，消耗在所难免，但若是能够成功击退血晶麒麟族，可从阵眼内获取的好处更大，所以待得等下交战之时，希望诸位都能坚持得住，因为这场对决可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楚风嘱咐道。楚风少侠，你放心即可，我们绝对咬紧牙关，殊死一搏，绝对不会扯后腿。众人纷纷保证道。随后楚风则是大袖一挥，将所有阵法都向后方转移。楚风少侠，你这是做什么？众人不解，与血晶麒麟族交手，没必要太过光明正大，我们还是隐藏起来，突然袭击。楚风说道。对，和他们没有必要光明正大。对楚风这个决定，众人也是纷纷赞同。随后，楚风便布置了隐藏阵法，将所有人都隐藏在了其中。凤九月、凤天圣、木西，我在你们三人身上布下隐藏阵法。齐威道他们来了以后，在齐威道与成宇兄交手的时候，必然会记住他们族人的力量。你们找准机会，将他们的族人斩杀，以此来斩断他增强实力的来源。不过那齐威道并非愚钝之辈，必然会拼死保护他的族人，所以你们切记，一定要寻得机会再过去出手。若是没有机会，宁愿任由他的族人为其提供力量，也不要贸然出手。楚风对龙木西三人嘱咐道。这个方法好，楚风亏你想得出来。凤天圣嘿嘿笑道。这个方法其实很冒险，所以切记，没有机会便不要动手。楚风再度提醒，随后才布置3重隐藏阵法在他们三人身上，而他们三人各自也其实都有着隐藏的手段，并且隐藏手段也是不弱。再加上楚风这隐藏阵法的加持之下，他们的隐藏效果其实已经非常厉害，除非用心观察，否则哪怕是楚风，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发现他们。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便是等待，等待休整时间结束，等待着那阵眼的浮现。而楚风则是没有闲着，而是将那个罗盘取出。尽管此时的罗盘已经没有了变化，而是静止状态，但楚风却仍然盯着，且眉头紧锁。忽然，一只手掌落在了楚风的肩膀上，是龙成宇走了过来。楚风兄弟，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能感受到你那阵法的强大，有你这阵法的加持，齐威道绝对不是我对手。别说是他，哪怕仙海少羽来了，也未必是我对手。龙成宇咧着大嘴，自信的笑道。他之所以特意过来对楚风说这些，是因为他发现明明已经准备就绪，可楚风的表情却开始变得紧绷起来。虽然并不明显，可只要用心观察，便能发现楚风其实忧心忡忡。成宇兄，我相信你。楚风对其笑了笑，但楚风没有告诉他，他之所以会有所忧虑，并不是因为不相信龙成宇，而是楚风觉得那罗盘上的内容他还尚未完全解开。那位神秘存在可是说，唯有解开那罗盘，他们才能安然，否则皆要命丧于此。那位神秘存在的实力非同小可，若不是他给予指引，楚风根本都不可能进来。因此楚风觉得那位神秘存在绝对不是在与他开玩笑。所以现在他们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血晶麒麟族，而是这个罗盘。这个罗盘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忽然楚风闭上了眼眸，不再观看罗盘。既然此时的罗盘之上已经看不出线索，楚风便只能整理之前所得的所有线索，自己从中进行猜想，从中领悟到破解的方法。随着时间逐渐临近，众人的心也开始悬了起来。他们虽然对楚风非常相信，但也还是会有所顾虑。他们会担心这阵眼是否会真的按照楚风所说的进行发展。忽然众人前方光芒大
盛，紧接着天地颤动，土壤翻腾，一个庞然大物自地底深处缓缓升起，那正是先前龙成宇等人见到的阵法雏形。但此时这已经不是雏形，而是完整的阵眼。那阵眼外表金光璀璨，绚丽无比，而阵眼之内则是充斥着血红色的气焰浪潮，美轮美奂。天哪！这便是楚风所说的阵眼吗？它能让我们身上的虚影铠甲与我们相融啊！我们可真是不虚此行啊！看着那已然升起的阵眼，无论是图腾凤族还是图腾龙族，所有族人都是面露向往与兴奋。他们能够感受得到那阵眼内蕴藏的力量，他们能够感觉到，只要进入那阵眼之内，这虚影铠甲将与他们身体相融，他们的血脉之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虽说修为不会立刻提升，但是对于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将有极大的帮助，而这样的帮助才是修武者所最期盼的，也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这也是为何他们此刻会如此激动的原因。但是那阵眼虽然浮现，阵眼的力量也已然展现，但阵眼却是关闭状态，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其中。它好像需要开启才会彻底打开。楚风少侠，这阵眼好像需要我们用血脉之力开启。此时不少人看向楚风，他们是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你们过去释放血脉之力，只会加速开启，但仍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开启。而就算你们不过去，只要时间到了，他自己也会开启。楚风说道。而他们对楚风已经非常相信，尽管那阵眼带了他们极大的诱惑力，可是在楚风开口之后，他们却也是乖乖的留在原地，没有贸然过去。没过多久，便数道身影快速的飞掠而来，乃是血晶麒麟族的族人，但却并没有见到齐威道。难道说齐威道他们居然没有聚集，而是分散开来了？龙成宇猜测着，而楚风则是目光凝重，没有说话。这些血晶麒麟族的族人来到阵眼面前之后，皆是双眼放光，纷纷释放出他们的血脉之力，想要开启那阵眼。楚风少侠，动手吧，他们已经在融合血脉之力了，若是我们晚了，会不会被他们占得先机啊？见状，两族之人纷纷说道。楚风原本是不想暴露的，可是楚风现在也无法判断，若是任由血晶麒麟族那些族人继续融合，会不会让他们占得先机？楚风兄弟，他们真的不会占得先机吗？龙成宇也是问道。这个无法确定。楚风说道。先杀了他们，然后我们再隐藏起来。龙成宇说道。我怀疑齐威道就在附近，他故意没有现身。楚风说道。无碍，有你那阵法力量加持在身，我能感受到我的强大，就算正面与那齐威道对抗，我也丝毫不惧。龙成宇说道。成宇兄，你真的有这个把握？楚风问。我有。龙成宇道。好，那你便杀了他们吧。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龙成宇便立刻起身，只是一拳之威，磅礴的武力便将那些血晶麒麟族族人全部抹杀。那些人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已是飞灰烟灭。成宇兄，左边！忽然，楚风大声喝道。楚风察觉到左边有致命威胁的力量席卷而来，而此时龙成宇也是反应过来，赶忙手持神兵向左边挥砍而去，顿时光刃飞掠而出，强大的涟漪于远处的空中四散开来。定睛观望，有一个人影浮现，此人正是齐威道，而刚刚那道攻击也正是齐威道所挥砍而出。被楚风猜对了，这齐威道就是故意隐藏了起来，故意让他那些族人先过来。他已经猜到了楚风可能会有埋伏，被我猜对了，你们果然在这里等着。齐威道冷冷地说道，且说话之间将目光投向了楚风，那种眼神仿佛他已是一个胜利者。楚风，看来你的实力不过如此，若真的能够轻易胜我，又何必鬼鬼祟祟在这里躲着埋伏我？齐威道一副看破楚风的样子。齐威道，我的实力当然在你之上，只是我成宇兄想要会一会你，所以你恐怕没资格与我交手了，因为我成宇兄便足以将你们全部斩杀。楚风说道。可齐威道却是仰天大笑，旋即指向龙成宇，就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齐威道说这话的时候，可谓满脸的自信，全然没有将龙成宇放在眼里。成宇兄，交给你了。楚风此话一出，龙成宇便手持神兵直奔齐威道冲击而去。刹那间，涟漪四起，龙成宇已是与那齐威道站在了一处。起初，龙成宇那阵法力量还未显现，是楚风故意隐藏。可是随着楚风加强阵法力量，那阵法力量也是随之显现，龙凤虚影缠绕于其身，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龙成宇有阵法加持，难怪能与我交手，原来是有阵法加持。龙成宇啊，龙成宇你不过如此。齐威道冷笑着说道。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龙成宇自信满满，因为这一交手，在阵法的加持之下，龙成宇便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就你有这种手段吗？可齐威道丝毫不惧，随后其体内便传来阵阵惨叫，但伴随那惨叫而来，齐威道身上散发出极为强大的气焰。这种情况下，齐威道的战力也是随之大涨。这感觉，难道说他将所有族人都藏在了身体里？楚风虽然看不清齐威道与龙成宇具体的交战，但却能够感受到齐威道的战力开始突飞猛进。同时，楚风等所有人都能够听到齐威道体内传来的惨叫，乃是他族人的声音。这个家伙倒是够聪明的。女王大人说道。之所以说齐威道聪明，是因为楚风已经猜到齐威道必然会借用族人的力量。楚风也为龙木溪、凤九月、凤天圣三人布置了隐藏阵法，让他们寻得机会去将齐威道的族人杀掉，以此来占据优势。可是不曾想，这齐威道也是心思缜密之人，他应该早就猜到了楚风的计划，让一小部分族人阵眼试探引出楚风。只是他计划其一，他甚至将剩余的族人都直接装进了他的身体里面。这样一来，除非击败他，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斩断他族人为他提供的战力来源。楚风少侠，我快支撑不住了。然而，不仅血晶麒麟族的人惨叫连连，随着这加持阵法的持续使用，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的许多人也是有些支撑不住了。他们纷纷看向楚风，想要寻求解决方法。可这一看不要紧，
他们顿时神色一滞，内心变得非常不是滋味。此时的楚风脸色苍白无比，刚刚还完好无损的他，此刻整个人就好像受了几拳，就像是身体的力量都被抽走了一样，就连捏动法诀的手掌都在剧烈的抖动着，那个模样简直像是重病的将死之人，他浑身都在颤抖着。为何如此？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乃是因为这阵法。这阵法虽然消耗的乃是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的血脉之力，但他们只是坐享其成。这磅礴大阵的唯一掌控者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楚风。因此，楚风的负担远非他们可比。这一刻，原本还想说些什么的人们都闭上了嘴巴，选择咬牙继续坚持。直至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为何一开始没有直接选用这个方案，而是想让他们修炼功法，让他们自己更多的融入这阵法之中。因为此时所动用的方案，对于楚风而言，乃是消耗极为巨大的。龙成宇，你给我快一点！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杀了那个齐威道！一道声音自下方炸响，乃是龙木西。他也是发现了楚风情况不对，他担心继续这样拖下去，楚风可能会性命不保。这突然间的呼喊，让龙成宇注意到了楚风这边的变化。看到楚风那个模样，他也是心中一酸，知道楚风为了帮他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随后，无尽的杀意自其身上喷涌而出，他开始拼命的向齐威道发动进攻，可是没用。齐威道可不是软柿子，若是那么容易击败，他们也不会僵持不下。看来那楚风坚持不住了，这增强你力量的阵法乃是那楚风所主导的吧？齐威道一边交手一边讽刺的对龙成宇说道。且此话说完，他又将目光投向楚风。楚风，这样下去你可会有生命危险，为了这群人你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我很欣赏你，不如你停止催动那阵法，加入我吧。至于之前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我甚至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条狗命。如若不然，待得你支撑不住，你可就要死在这里。而若是没有了你，他们也同样活不了。齐威道此话一出，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的许多人都慌了。齐威道说的话其实是极具诱惑力的，这件事本来就与楚风无关，楚风根本没必要因为他们而让自己丢掉性命，所以他们也担心楚风会听从齐威道的话。而刚好就在此时，楚风则是睁开了眼眸，他看向齐威道，齐威道，是否我们现在退出，你就能放我们一条生路？楚风对其问道，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此时的楚风的确非常的虚弱，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的所有人都更加的慌了。见此情形，龙成宇、龙木西、龙玉红、龙滋滋以及凤九月，甚至凤天圣，他们都没有说话。他们尊重楚风，毕竟他们能有资格与齐威道一战，本身就是依仗着楚风。楚风有这个资格，决定是继续还是放弃，而他们则是没有这个资格，让楚风消耗自己的生命。但是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的其他人却并不这么想。楚风，那齐威道不可信，你若相信他，我们都要死。楚风，你要相信程宇少爷，程宇少爷一定可以击败那齐威道的。楚风，我们知道辛苦你了，但是齐威道能提升战力，也必然耗费了不小的代价。你听，你仔细听，那齐威道身上的惨叫声音已经减少了许多，他的族人应该已经死了很多，他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再给程宇少爷一些时间，程宇少爷绝对可以杀了这个齐威道。一道道声音映入楚风耳帘，不仅是图腾凤族的族人，还有图腾龙族的族人，他们不想楚风放弃，若是楚风放弃，他们真的要死。而面对慌乱的众人，一道暗中传音却映入所有人的耳帘，诸位，信我一次，我们唯有放弃此地才能活着，如若不然，我们都要死。这道暗中传音正是来自于楚风。放弃，这怎么行？这阵眼对于我们而言，然而听到放弃二字，他们能感受到那阵眼之中可以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怎愿就此放弃？全都给我闭嘴！可就在此时，龙木西则是一声怒喝响起。这声怒喝之后，所有人都是闭上了嘴巴。紧接着，凤九月也是开口了：图腾凤族族人听着，我图腾凤族能站在这里，全都是依仗楚风。现在开始，我们听从楚风的调遣。若有人胆敢有异议，我便禀告我父亲，将其永远逐出图腾凤族。凤九月此话一出，图腾凤族的所有族人都不敢再开口了。而天际之上，一道强大的涟漪扩散之际，一道身影也是暴推而出，是龙成宇。齐威道，你现在立刻退后，我们将离开此地，将这阵眼归你一人所有。龙成宇说道。不必如此，其实咱们大可不必如此，只要你们愿意和谐相处，其实咱们大可以一同进入阵眼之内，何必斗个你死我活呢？齐威道笑眯眯地说道，但他却并没有退后。齐威道，立刻后退，如若不然，我便全力催动阵法，哪怕我丢掉性命，也会助程宇兄将你斩杀于此。楚风说话间，其杀意也是涌现而出，那杀意一经涌现，就连齐威道也是面容一僵，他意识到楚风可不是开玩笑的。别，楚风兄，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可以共享这阵法，又何必玩命呢？你不放心我，那我退后便是。齐威道说话之间，便真的退后，退到了极远的距离，对楚风等人而言，相对安全的距离。楚风兄弟，你没事吧？见其后退，龙成宇这才赶忙飞落而下，来到楚风近前，手持丹药，想要给楚风服下。成宇兄，带着我们所有人以及这阵法，先离开此地远一些。楚风说道。好。龙成宇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按照楚风说的去做。他带着这完整的阵法以及楚风等所有人离开了此地，但却并没有离得太远。当然，这也是楚风的意思。同时，凤九月为了避免齐威道追过来，更是布置了隐藏阵法，将他们隐藏起来。而他们刚刚离开没多久，那阵眼便开启了。眼见着阵眼开启，一道身影快速的掠入其中，正是齐威道。可恶，便宜了这个家伙了。眼见着齐威道进入其中，无论是图腾龙族还是图腾凤族的人，都是面露不甘。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齐威道进入那阵眼之后，在阵眼力量的加持下，其身上的虚影铠甲开始化作肉眼可见的力量融入其体内之后，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众人的内心则是更加不好受了。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但是他们却错过了。楚风、龙成宇，你们败了。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败吗？因为你们还是不够狠。我不妨实话告诉你们，原本
我已经支撑不住了，我是强撑着与龙城宇抗衡，哪怕你们再多坚持片刻，只要片刻，我也要落败。但是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身在此地，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你们胆敢靠近，哪怕龙城宇有阵法加持，我也可以轻易的灭了你们。狂妄无比的笑声响彻着，是那齐威道，刚刚还口口声声说与我们共享的阵眼，此时原形毕露了，这个卑鄙小人，实乃小人得志。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的众人虽然嘴上这样说，可实际上却是气得不行。不用理会他，他活不久了。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楚风这一开口，人们才注意到楚风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罗盘，并且此时楚风手中的罗盘已经再度开启，而楚风的一只手掌也在跟随那罗盘快速的移动着。楚风少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有人不解地问道。闭嘴！而那位刚刚开口，便换来了龙城宇的怒斥。不要打扰楚风，他知道楚风现在乃是关键时期，楚风必然是发现了什么，这个时候可不能够打扰楚风。忽然，楚风停止了手中的动作，而那罗盘竟散发出了微微光芒，并且罗盘已经成型，不再像是之前那样杂乱不堪。此时的罗盘隐隐间能够从中看到2道门，而2道门外是41个守护阵法。楚风尽管虚弱无比，可此刻他的脸上却布满了轻松。程宇兄，无碍的，我们赢了。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这罗盘你解开了？程宇兄问道。楚风点头，旋即说道，其实先前我若全力催动阵法，我最多昏迷个一阵子而已，但你却完全有机会可以杀了那个齐威道，知道我为何没有那样做吗？楚风问。龙城宇问。那阵眼乃是陷阱，这整个世界都是陷阱，你们进入其中，在短时间之内的确会得到好处，但很快你们也将命丧于此。楚风说道。啊，那是陷阱吗？听闻此话，众人更是满脸震惊。是，整个世界都是陷阱，从一开始我们所有人便都落入了陷阱之中。完成阵法，阵法内给予你们血脉进行淬炼，为的就是这一刻将你们的血脉淬炼到极致，然后再进行炼化。吆喝之内，那是不是炼化阵法我不知道，但这里才是真正的炼化阵法，炼化你们所有人的阵法。楚风说道。可是听闻此话，莫说图腾龙族众人，图腾凤族众人的表情变得难以置信。少主，怎么回事啊？楚风少侠说的是真的吗？倘若是真的，为何族长大人要让我们进来？图腾龙族众人纷纷看向龙城宇，而龙城宇则是有些纠结要不要告诉他们。城宇兄，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保密的？楚风对龙城宇说道。听到这里，原本还有些纠结的龙城宇顿时怒骂一声：“我去他妈的7届圣府！”怒骂一声之后，龙城宇便看向图腾龙族众人：“我们来此乃是7届圣府府主要我父亲帮忙，但我相信我父亲绝对不知道这里会有图腾凤族之人参与，更是不知道连原本应当灭族的血晶麒麟族也会参与其中，都是那7届圣府府主搞的鬼，他把我们所有人都耍了。”龙城宇此话说完，又看向凤九月：“凤九月，你现在也没有必要替他瞒着了吧？你说实话，你图腾凤族是不是已经与7届圣府联合了？你们来此也是为7届圣府府主做事，而在你们来此之前，也是根本不知道血晶麒麟族还存在于世，对不对？”龙城宇对凤九月问道。凤九月没有说话，但表情同样复杂。姐，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凤天圣说完此话，便看向龙城宇：“就是7届圣府府主，如你所说，我图腾凤族早就与7届圣府合作了。我图腾凤族隐居的地方都是7届圣府提供的，但我们之前的确不知道血晶麒麟族竟也被7届圣府保护了起来，我们更不知道来这里竟然是送死的。我相信我父亲也绝对不知道此事，我们所有人都被7届圣府府主骗了，说什么让我们要把握此次机会，他将帮我图腾凤族崛起，都他娘的是骗人的。”凤天圣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连拳头都握得紧紧的。不仅是他，图腾凤族的其他人同样在骂骂咧咧，甚至更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与图腾龙族的族人不同，图腾凤族的人应该是早就知道，他们此次来此乃是因7届圣府而来的，毕竟他们已经与7届圣府合作了那么久了。而相比于凤天圣等人，凤九月则是相对冷静一些，他看向楚风：“楚风，会不会是搞错了？这真的是炼化大阵吗？”他仍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不会有错，你看那齐威道，他的脸色已经变了。楚风将目光看向那阵眼，楚风此话一出，所有人也都是将目光投了过去。而这一看不要紧，他们发现齐威道的脸色的确没有了之前的嚣张，他此时乃是不知所措，有些慌乱，但很快他的脸色变得痛苦，并且那种痛苦越发明显。什么鬼东西？什么鬼东西啊？齐威道察觉了不对，他第一时间便想逃离那阵眼，可他就像是被困在了原地一般，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逃离那阵眼。程宇兄，离他再近一点。楚风说道。龙程宇便带着众人向那阵眼又靠近了一些，并且凤九月也是识趣的解除了隐藏阵法。齐威道，感觉如何？楚风高声问道。楚风，是你搞的鬼，这是你搞的鬼。当齐威道发现楚风，顿时怒喝连连。齐威道，这可不是我楚风所能做到的事，但你之所以会落到如此田地，的确是拜7届圣府府主所赐，此地根本不是淬炼阵法，乃是炼化大阵。你血晶麒麟族、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都是7届圣府府主为这炼化大阵准备的祭品。楚风说道。不可能，这不可能。齐威道起初一脸的难以置信，但很快他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愤怒，他动摇了，因为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的确正在被炼化。齐威道，莫慌，我可以救你。你现在告诉我，你血晶麒麟族族人现在都在何处？是不是早就已经听命于7届圣府？楚风问道。是，当年我血晶麒麟族几乎被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赶尽杀绝，是7届圣府救了我族先辈们，也是7届圣府伪造一切，骗过了当年的图腾龙族与图腾凤族，让他们误以为我血晶麒麟族已经灭绝。现在我血晶麒麟族所有族人都生活在一座移动古城之中，如今全族已经来到了太古星海。楚风，我不行了，你想知道什么？先叫我出去，我全部都会告诉你。齐威道说道。
齐威道：“我可信不过你，为表诚意，将你身上的所有宝物丢出来。”楚风说道：“给你，我都给你，我神兵也给你。我族族人都已被我炼化致死，无法为我提供战力。我若再没有了神兵，我完全不是龙成宇的对手。你们没有必要再惧怕我了。”齐威道强忍疼痛，将神兵以及乾坤袋，还有其他一些宝物全都丢了出来。楚风探手一抓，将那些东西都抓到了手中。楚风救我，快救我，我快支撑不住了。齐威道没有说谎，眼下楚风等人在外面能够清晰的看到，齐威道的肉身都已经开始被分化，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齐威道：“我楚风本是言而有信之人，但只对于好人。至于你，抱歉，我骗了你，我没有救你的能力。”楚风说道：“楚风，你这混账，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要呀！”齐威道发出无比惨烈的叫声，随后他的体内又一道又一道的血红气焰浮现，开始融入那阵眼之内。那好像是血晶麒麟族藏在齐威道体内的族人，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死了也会被阵眼的力量所炼化？凤九月毕竟是黄龙神袍，他观察出了不对，莫说是那些死在齐威道体内的血晶麒麟族人，哪怕是那些已经化成灰的血晶麒麟族人，他们的血脉也同样会被这炼化大阵所炼化。这炼化大阵的力量根本不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根本不在乎你们是否自相残杀，因为哪怕死了，哪怕是化成灰，也难逃他的炼化，也都将为他所用。楚风说道：“好可怕的阵法！那楚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如何离开此地？”见识过那阵眼的可怕后，众人更加害怕了。放心，我们可以安然。楚风望着楚风手中的罗盘说道。而此时，罗盘开始剧烈颤动，同时那座阵眼也开始剧烈颤动。见此一幕，图腾龙族以及图腾凤族的众人变得越发惶恐，要来了。而楚风则是相对平静。忽然，那阵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散开来，不过眨眼之间，整个世界都被那阵眼的力量所覆盖，整个世界之内都被那可怕的炼化之力所充斥，那是真正的人间炼狱。至于楚风等人却是安然无恙，因为眼下他们身在一个防御阵法之内，这防御阵法较为独特，因为阵法两端分别有着2道结界门。此时炼化之力如饥饿的豺狼虎豹，疯狂地攻击着这防御阵法，可防御阵法却纹丝不动。而这阵法之所以如此强横，乃是因为它正是罗盘所化。先前楚风虽然一直在催动阵法，帮助龙成宇对战齐威道，但实际上楚风并没有停止思考如何解开那罗盘。而后面楚风将所有线索整理好后，他便领悟出了真相。领悟到真相之后，自然也就可以解开那罗盘。楚风少侠，感谢救命之恩。忽然有图腾凤族之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跪地之时已是泪流满满。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不仅是图腾凤族的人，图腾龙族也有，无论男女。此时许多人都失声痛哭，他们都知道他们刚刚躲过了一劫，若不是楚风，他们必然命丧于此。都起来吧，我不仅是救你们，我自己也要保命啊！楚风大袖一挥，将他们全都搀扶了起来。可是刚刚搀扶，那些人又跪了下来。楚风少侠，我对不起你，我无知愚蠢，我先前居然质疑你，甚至还嘲讽辱骂你，我真是该死，我真他妈的该死！不仅跪下了，有人的甚至开始扇自己耳光。楚风，我凤天圣先前狗眼看人低，我对不住你，甚至就连凤天圣也是走到楚风面前。此话说完，抡起胳膊，啪啪的给了自己2个耳光。他这2个耳光可够狠的，直接将自己的脸都打变形了。好了，丢不丢人？见状，凤九月怒斥一声，而他这一声怒斥之后，那些人才算是有所收敛。楚风兄弟，我啥也不说了，离开这里，咱们痛快喝一场。龙成宇上前说道。必须的。楚风咧嘴笑道。喝酒吗？楚风兄弟，我也想与你喝酒，带我一个吧。凤天圣竟也哭了，所以说话都带着哭腔，但他可不是疼哭的，可能是因为真的后悔之前与楚风作对，也可能是感叹自己逃过一劫，但他哭得也很伤心。成宇兄若不介意，我也不介意。楚风说道。楚风兄弟都不介意，我介意什么？龙成宇无所谓的笑道。好，等回去我去把我父亲珍藏的血脉针灸拿出来。凤天圣一边擦眼泪一边咧嘴说道。我也去将我父亲珍藏的上等龙泉拿出来。龙成宇道。哦，上等龙泉，可是龙息拳馆的龙泉？凤天圣问道。对，正是，那可不是平常人能喝到的，与龙息拳馆卖的那些可不同。龙成宇说道。听闻此话，凤天圣双眼放光。成宇，能否给我也尝尝吗？给你，一起喝酒了，还能不给你尝吗？龙成宇说道。成宇兄，你果然是大气之人啊，到时你也尝尝我父亲珍藏的血脉针灸，那可是在远古遗迹所得秘宝酿制而成，味道绝了。丰天圣说道。是吗？那我可要好好品尝一番。听闻此话，龙成宇也面露些许期待。见状，龙木西摇了摇头，之前还大打出手的人，现在却是约着一起喝酒了。但其实男人的友谊有时候就是如此，可能不了解的时候看对方不顺眼，甚至大打出手，可只要发现兴趣相投，却又可以成为朋友，当然品性真的不佳者除外，必然齐威道那种。而就在此时，守护阵法的2道结界门则是分别发出声音，就好像是在提示他们一样。对了，楚风兄弟，怎么有2道门？龙成宇问道。楚风指向左边，那道是离开这里的结界门，踏入其中可回到太古星海之外。话罢，楚风便指向右边，而这一道则是可以进入真正的太古星海。